朋友們，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中國最富裕的城市是哪一個呢？你可能會猜是北京，還是上海，還是那個遍地都是機會的深圳。但如果我告訴你這些都不對呢？有這麼一座城市，它2024年人均 GDP 超過了28萬元人民幣，成為全國所有城市人均 GDP 排行榜榜首，秒殺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是什麼概念呢？這麼說吧，一個北京市民加上一個上海市民，把他倆的年收入加在一起，可能都比不上這座城市裡一個普通人掙得多。這裡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整整12年，上學1分錢都不用花，政府全包了。這裡盛產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氣，好好扬眉吐氣了一番。咱們國家有18個省份的電力供應都得依靠它。這座听起來簡直是富得流油的城市，就是內蒙古的鄂爾多斯。這樣一個富可敵國的地方，在我們的城市版圖上，它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4線小城。但您先別急着驚訝，更顛覆您認知的還在後頭。在過去10幾年的時間裡，鄂爾多斯還有一個更響亮也更詭異的外號——鬼城。一邊是流光溢彩的財富神話，一邊卻是空空蕩蕩的街道和樓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富到極致的地方，怎麼會和鬼子沾上邊呢？如今，距離鬼城之說最喧囂的時候，已經過去了10幾年。那座曾經轟動世界的城市，是徹底活了過來，還是繁華落盡，只剩下一個巨大的空殼？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撥開迷霧，去探尋鄂爾多斯光環與爭議之下最接近真相的故事吧。想要讀懂鄂爾多斯，首先得把你的視線從地圖上的城市挪開，想象自己站在一片廣袤的草原上，腳下是堅實的土地，眼前是無盡的蒼穹。這片土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給人的印象就是風沙、牧場，還有勤勞堅韌的蒙古族同胞。人們說這裡有揚眉吐氣，這4個字就是鄂爾多斯財富的密碼。羊是世界頂級的阿爾巴斯山羊絨，被稱作軟黃金；土是儲量佔了全國1半的稀土高岭土；氣是佔了全國1/3的天然氣。這3樣隨便拿出一個，都夠一個地方吃上好幾輩子的。但真正讓這座城市命運徹底改變的，是那個聽起來最樸實、能量卻最驚人的東西——煤炭。在鄂爾多斯8.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沉睡着一個龐大的黑色海洋，探明儲量超過1676億噸，佔了整個國家總儲量的1/6。可以說，這片土地的下面幾乎就是被煤炭給鋪滿了。2000年之後，中國經濟開始加速，這台巨大的發展引擎需要源源不斷的能源，於是鄂爾多斯的煤等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一位在當地跑運輸的老司機回憶說，2002年的時候，一噸煤拉到港口也就賣個幾十塊錢，可沒過幾年，價格就像坐上了火箭，一路衝到400、500，最高的時候甚至逼近了1000元大關。一夜之間，腳下這些黑色的石頭真的變成了金子，整個中国乃至世界的淘金者都聞風而來，他們帶着設備、技術和膽量，一頭扎進了這片草原。只要能從政府手裡拿到一塊地，把表層的土挖開，下面就是烏黑發亮的煤。那時候，當地流傳着一個說法，在鄂爾多斯發財分2撥人，一波是挖煤的，一波是給挖煤的批地的。這就是煤老板時代的開端。這個詞在當年的中國幾乎就是財富的代名詞。他們大多草根出身，文化不高，但憑借着過人的膽識和時代的機遇，迅速積累了普通人幾輩子都无法想象的財富。一位後來轉行做了餐飲的早期煤老板，半開玩笑地跟尋訪的人說，那時候哪懂什麼叫資本運作啊，就知道錢來得太快了，快到什麼程度呢？家裡的現金都用麻袋裝，因為銀行的驗鈔機點錢的速度跟不上我賺錢的速度，但是錢來得快，花得也快。當時鄂爾多斯最常見的景象就是在房地產項目的開盤現場，人們不是在看房，而是在搶房。銷售人員根本來不及介紹戶型和朝向，因為買家直接指着沙盤問，這棟樓還有嗎？我全要了。然後後備箱一開，幾個裝滿現金的箱子就抬了進去。買房子真的就像去菜市場買白菜一樣隨意。這種近乎瘋狂的財富積累迅速反映在了城市的經濟數據上。我們來看一組最新的數據对比。2024年，鄂爾多斯的人均 GDP 達到了驚人的28.53萬元。這是什麼水平？同一年，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人均 GDP 是21.71萬，首都北京 22.82萬。也就是說，鄂爾多斯一个普通市民的年收入比京滬這2個一線城市裡的人還要高出一截。而財富最終要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活福利，
鄂爾多斯在這方面做得非常直接，他們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從幼兒園到高中長達12年全免費教育的地區。這裡的孩子上學，家裡不用掏1分錢，所有的費用政府全都包了。這種底氣不僅僅是自己有錢，更是因為這座城市是整個國家的能源心臟之一，它以一己之力保障着全國18個省份的能源供應。冬天取暖的暖氣，夜晚點亮的燈光，背後都有来自鄂爾多斯的穩定輸出。在那個財富爆炸的年代，整個城市都彌漫着一種錢不是錢的豪邁氣息。一個流傳最廣的段子，最能說明當時的情況。一個外地人到鄂爾多斯，看到滿大街的路虎、悍馬，他很羨慕地對本地朋友說：“你們這兒真有錢啊！”本地朋友嘆了口氣，回答說：“哎，我們這兒窮人太多了。”外地人很納悶：“怎麼會呢？我看開路虎的都不少。”本地朋友搖摇頭：“在我們這兒，資產沒有1個億，開個路虎那都算窮人。真正的有錢人，家裡車庫停的都是我們叫不上名的車。百萬富翁不算有錢。”這句在別處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的話，在2010年前後的鄂爾多斯，就是一句樸素的現實白描。財富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毫無徵兆地澆灌在這片乾渴了許久的土地上。牧民變成了富翁，城鎮變成了都市，一切都在野蠻生長，一切都充滿了無限的可能。那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只要地下的煤還在，這樣的好日子就會永遠持續下去。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在這片由財富堆砌的繁華景象之下，一個巨大而詭異的影子正在悄然成型。也正是這個影子，即將讓鄂爾多斯以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方式震驚整個世界。鄂爾多斯憑借地下的煤炭，在一夜之間完成了驚人的財富積累。那麼，一個手握巨額財富的城市會想做一件什麼事呢？鄂爾多斯的答案是憑空建一座新城，一座屬於未來的城市。這個夢想的化身就是康巴什新區。鄂爾多斯的東勝老城區有大概30萬人，擠在23平方公里的區域裡，交通擁堵，水資源等能源緊張。2003年人大通過遷址決議，在2004年正式以康巴什新區之名開工建設，初期斥資超50億元，基礎設施投資19.09億元。2006年市政府等党政機關的遷入，標誌着新城區正式啟用。如果你在2008年左右第一次來到康巴什，你可能會以為自己走錯了時空，闖入了一部科幻電影的片場。這裡的景象和當時任何一座中國城市都完全不同。它的主幹道叫鄂爾多斯大街，寬的能讓8輛車並排行駛，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小型飛機都能在這兒降落。街道兩旁，你看不到密密麻麻的握手樓，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草坪、花園和雕塑公園。整個城市就像是建在一座巨大的公園裡，而那些建築更是充滿了想象力。鄂爾多斯博物館像一塊來自天外、飽經風霜的巨大磐石，充滿了原始的力量感。圖書館則設計成3本厚重的巨著，靜靜地躺在藍天之下，仿佛在邀請整個天空來閱讀。還有那大劇院，像一頂充滿蒙古風情的帽子，優雅而獨特。你可能會說，這些建築如今可多了，好像每個城市都有，沒什麼稀奇的。但請注意，在10幾年前的千禧年代，這樣的城市結構足以震撼當時人們的世界觀。這一切都源於一個極其超前的規劃理念。當時中國的城市都在追求寸土寸金，樓蓋得越來越高，人擠得越來越密，但康巴什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規劃者們幾乎是在一張白紙上畫下了一個理想國的藍圖。他們追求的不是擁擠的繁華，而是舒適、生態、宜居。一位參與早期規劃的學者曾說，我們不是為未來10年建一座城市，而是為未來100年。他們做到了。這座新城有頂級的市政設施，有完善的地下管網，有美麗的景觀湖，甚至還有當時亞洲最大的音樂噴泉。從硬件上看，它無疑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最現代、最舒適的城市之一，一個為未來100年而建的理想之城，一個用真金白銀堆出來的城市藝術品。按理說，這裡應該人聲鼎沸，車水馬龍，但詭異的事情就在這裡發生了。2010年，美國《時代週刊》的一位記者來到了鄂爾多斯，他沒有被那些宏偉的建築和美好的規劃所打動，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空曠的街道上，只有清潔工孤獨的身影；嶄新的辦公樓裡，漆黑一片；巨大的廣場上，除了風聲，什麼也聽不見。他爬上附近的高樓，拍下了一張照片。照片裡，康巴什整齊的街道和成片的樓房，就像一個巨大的、精緻的城市模型。唯一缺少的東西就是人。隨後，一篇題為《中國鄂爾多斯，一座現代鬼城》的報道震驚了世界。鬼城 Ghost Town
這個極具衝擊力的標籤第一次被貼在了鄂爾多斯的腦門上。這篇文章就像一顆引爆輿論的炸彈，西方的媒體迅速跟進，他們紛紛派出记者來到这個遙遠的中國內陸城市獵奇。他們拍攝的畫面無一例外都是空蕩蕩的馬路、未完工的建築和一到夜晚就陷入黑暗的住宅樓，甚至有媒體動用了衛星地圖，從幾萬米的高空俯瞰，康巴什的城市輪廓清晰可見，但像一個沒有生命跡象的標本。這個遙遠、富裕卻又空無一人的城市，這些選擇性拍攝的圖像完美契合了當時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想象。鬼城的說法就這樣從國外傳回了國內，迅速發酵。那麼這個標籤是憑空捏造的嗎？也不完全是。我們來看當時的數據，那是一種令人咋舌的对比。按照規劃，康巴什新區的遠景目標是容納100萬人口，但在2012年左右，也就是鬼城之說最盛行的時候，整個新區的常住人口樂觀的估計也不到10萬人。再看房地產，這裡的房價一度被炒到每平方米超過2萬元，比肩一線城市。但與此同時，城市的住宅空置率據估算長期維持在70%甚至80%以上。一邊是天文數字般的房價，一邊是驚人的空置率，一邊是100萬人口的宏偉藍圖，一邊是不足1/10的現實。這種強烈的撕裂感才是鬼城說法的真正根源。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一個用錢堆出來的天堂卻沒有居民願意入住呢？這背後有3個環環相扣的深層原因。第一個原因，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人流動的速度。建一座城用推土機和塔吊可以很快，短短幾年，康巴什就從一片荒漠變成了現代化的都市。但吸引人來生活卻是一個慢得多的過程。人不是鋼筋水泥，人需要工作機會，需要商業配套，需要醫院、學校，需要一個有煙火氣的社會。而在當時，康巴什除了房子和政府大樓，幾乎什麼都沒有。一個想在這裡生活的普通人會發現，買菜要去10幾公里外，看病要去幾十公里外的老城，朋友聚會更是沒有地方。城市的功能嚴重滯後於它建設的軀殼。這就像造了一艘豪華的航空母艦，卻發現港口裡連一架艦載機都還沒有。於是人口流失非常嚴重，與其在啥也沒有的新區生活，還不如回老家要啥有啥來的自在。第二個原因，也是最核心的原因，這裡的房子從一開始就不是蓋給人住的，而是蓋給錢住的。還記得我們前面說的煤老板和拆遷戶嗎？他們手裡握着巨額的現金，卻沒有合適的投資渠道。在那個年代的鄂爾多斯，可沒有現在什麼五花八門的基金、股票，有錢的大老粗們也玩不會這種虛無縹緲的東西，但又看不見其他新鮮的玩意兒。買房成了唯一看得見、摸得着的，能讓錢生錢的辦法。於是，鄂爾多斯上演了一場人類歷史上都罕見的房地產投機狂潮。這就像一場機務傳話的遊戲，每個人都相信，只要自己不是最後一個接到花的人，就能賺錢。房子的居住屬性被完全忽略，它變成了一個純粹的金融工具。人們買下整棟的樓，不是為了裝修入住，而是為了在幾個月後以更高的價格賣給下一個人。鄂爾多斯市民老張因為徵地，一夜之間拿到了幾千萬補償款。他用這筆錢在康巴什買下了20套公寓，但他會自己住嗎？答案是當然不。他和家人仍然擠在老城區的舊房子裡，他每天做的就是打聽房價，盤算着什麼時候出手，能讓手裡的資產再翻一番。當時的康巴什有無數個這樣的老張，他們是房子的主人，但不是城市的主人。他們為這座城市貢獻了驚人的房價和 GDP， 卻沒有貢獻一點人氣。當一個城市90%的房子都是為了投機和投資，而不是為了居住而存在時，它空置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第三個原因，回到了我們最初說的，它的規劃理念實在太超前了，為未來100年而建。這是一個何等雄心勃勃的口號，但它也意味着這座城市的設計脫離了當時鄂爾多斯的社會發展現實。它是一個完美的為未來高素質、高收入的中產階級準備的城市客廳，但當時鄂爾多斯的主體仍然是剛剛洗乾淨腳從田裡上來的農牧民，以及在資源浪潮中野蠻生長的煤老板。一個穿着定制西裝的紳士是無法適應一個熱鬧喧囂的鄉村集市的，反過來也一樣，在鄉下住慣了的人也無法適應超前的城市。建設速度與人口速度的錯配，投資需求與居住需求的錯配，規劃理念與社會現實的錯配，這3大錯配共同造就了鄂爾多斯康巴什那幾年最真實也最荒誕的畫面，一座屬於未來的無比昂貴的空無一人的鬼城。這種建立在沙丘之上的繁華注定無法持久，那場席捲全民的財富遊戲也終將有鼓聲停止的一刻。很快，審判的時刻
就要到來了。這場審判不是來自法庭，而是來自市場規律和經濟週期，它來得迅猛而殘酷。首先是支撐整個財富帝國的大動脈煤炭，其價格經歷了雪崩式的下跌，受國際市場和國內宏觀調控影響，煤價在短時間內就從1000元高位腰斬，鄂爾多斯經濟的引擎瞬間動力大減。緊接着是內部的金融多米諾骨牌發生了鏈式崩盤，那個全民參與的民間借貸遊戲股神停了，煤老板還不起錢，借錢給他們的普通人也收不回本金，整個建立在人情上的借貸網絡瞬間撕裂，最終的惡果就是房地產市場的徹底崩溃，開發商資金鏈斷裂，跑路的跑路，破產的破產，城市裡大片大片的樓盤瞬間停工，變成了一座座鋼筋水泥的骨架，也就是我們後來照片裡看到的爛尾樓。更別忘了，在財富狂奔的那些年，因為無序的開採，這片草原的生態已經被嚴重透支，地下水位急劇下降，曾經的綠草地正在被荒漠化吞噬，經濟的重挫，社會的陣痛，環境的惡劣疊加在一起，在2012年前後，讓這座城市從財富神話的雲端重重地摔了下來。也就是從那一刻起，鬼城這個標籤不再僅僅是外部的誤解，更成了鄂爾多斯人自己不得不面對的一道血淋淋的傷疤。那麼10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再次踏上這片土地時，看到的是什麼？是一個在困境中沉淪的樣本，還是一場悄然發生的復活？我們先來看一組最直觀的數據，因為數字是不會撒謊的。第一個數字是人口。2010年，鄂爾多斯全市的常住人口大約是194萬，而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超過224萬，10幾年間淨增了30多萬人。朋友們，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平均每年都有幾萬人不是在逃離這座城市，而是在拖家帶口的搬進來，選擇在這裡安家落戶。第二個數字是康巴什新區的入住率。在爭議最盛行的时候，這裡的入住率一度被認為不足 20%， 而今天根據官方和多方機構的測算，這個數字已經穩定地提升到了 60% 以上，核心地段更是高達 80%。 我們必須承認， 60% 的入住率對於一個最初為100萬人口設計的城市來說，依然意味着大量的空置房屋和稀疏的人口密度。走在康巴什寬闊的大街上，你依然會感覺到一種不同於其他中國城市的空曠感，但這與毫無生機的鬼城已經是2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了。第三個數字可能最讓你意想不到，今天你問鄂爾多斯除了揚眉吐氣還有什麼？他們會驕傲地告訴你，旅遊。這座城市現在擁有28個國家4A 級及以上的景區，那個曾經被爭議包圍的鬼城康巴什新區本身就成了一個國家4A 級旅遊景區，人口在流入，房子有人住了，新的產業也在蓬勃發展。從數據上看，鄂爾多斯似乎不僅走出了泥潭，而且還找到了一條新的路。但數據是宏觀的，生活卻是具體的。一個普通人生活在今天的鄂爾多斯，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呢？這裡就出現了這座城市最有趣也最核心的矛盾。第一個矛盾是驚人的物價和相對合理的房價。如果你現在去鄂爾多斯，隨便走進一家菜市，可能會被物價嚇一跳。南方幾毛錢一斤的西瓜，在鄂爾多斯要5-6塊一斤，一個大一點的石頭瓜就能輕鬆上百，更別說草莓了，2斤裝的草莓都要100塊。一把在南方2-3塊錢的青菜，在這裡可能要賣到10來塊。因為本地不盛產蔬菜水果，大部分物資都依賴長途運輸。一些精緻的食品，例如甜點蛋糕也是貴得嚇人。在餐飲業更不用多說，再好一點的店裡吃個早飯，只有簡單的白粥和夾心麵包就得要48元。吃麻辣香鍋才加了一些菜就70多元，吃一碗牛肉麵都要22到30元不等。所以生活的基本開銷確實比很多一線城市還要高。聽到這，你可能會想，那生活壓力也太大了。但奇妙的地方就在這兒，當你走出超市去看不遠處的樓盤時，你會發現第二個事實，這裡的房價雖然也降低了，但均價基本在1萬出頭。這個價格對比鄂爾多斯那全國頂尖的人均收入，簡直是白菜價。我們算一筆賬，一個廣州的年輕人不吃不喝，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但在鄂爾多斯，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可能只需要奮鬥7-8年，就能擁有一套寬敞舒適的房子。這還沒完，在這裡，你的孩子可以享受全國都頂尖的教育資源。鄂爾多斯一中常年是內蒙古的欽北搖籃，升學率驚人，而這樣的學校學費是全免的。鄂爾多斯實行小學至高中12年學費全免政策已經有12年了。
在2025年5月，鄂爾多斯的準格爾旗實現了15年全學段免費教育，這也是我國首個完成全學段免費教育的縣級行政區。這就意味着準格爾旗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一路免學費。不僅如此，這裡的醫療設施也都是按照最高標準配置的。現在你明白了嗎？生活在鄂爾多斯就像是做了一道奇妙的人生算術題。你在買菜的時候多花了一些錢，但卻在孩子教育和住房這兩座壓在現代人身上最重的大山上省下了一大筆錢。這就是鄂爾多斯今天的現實，一個富城，也是一個生活方式獨特的非典型城市。它用高昂的公共福利對沖了高昂的日常消費。這種深刻的轉變，這種由內而外的復活，不僅中國人看在眼裡，那些最早給他貼上鬼城標籤的外國人也看到了。10幾年過去了，當年那些來這裡獵奇的外國記者和博主們又回來了，但這一次他們的報道標題發生了180度的轉變。他們不再嘲笑空曠的街道，而是驚嘆於這座公園城市的整潔與美麗。他們不再拍攝夜晚漆黑的樓房，而是去採訪那些在新學校裡讀書的孩子，臉上洋溢的笑容。一個著名的外國視頻博主在2023年重訪康巴时候，在他的視頻裡這樣感嘆道：10年前我來到這裡，以為看到了一個失敗的樣本。10年後，我再次站在這裡，我看到的是一個城市如何憑借驚人的決心和智慧，他們戰勝了幾乎不可能戰勝的危機。這不再是鬼城，這是一個關於重生和希望的奇蹟。從鬼城到奇蹟這個詞語的轉變，背後是鄂爾多斯長達10餘年的掙扎、反思與自救。他到底是怎麼走出這條自我救贖的道路的呢？一個曾經被經濟危機和輿論風暴雙重審判的城市，是如何從那片幾乎板上釘釘的廢墟中一步步爬出來的？在這場長達10餘年的自救，堪稱一部教科書級別的城市危機應對案例中，鄂爾多斯的地方政府展現出了驚人的理性和決斷力。他們做對了3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叫壯士斷腕，釜底抽薪。危機爆發後，所有人都看到城市裡最多的就是空房子，怎麼辦呢？繼續賣地蓋樓嗎？鄂爾多斯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比艱難的決定。從2012年開始，中心城區，尤其是康巴什新區，基本停止新增任何房地產開發用地。這個決定相當於給一輛失控狂奔的賽車直接拉上了手剎。它雖然痛苦，卻從根源上切斷了泡沫繼續膨脹的可能，為消化已經存在的巨量空置房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第二件大事，也是最絕的一招，叫築巢引鳳，精準引流。光不蓋新房還不行，得想辦法讓現有的空房子有人住。怎麼吸引人？鄂爾多斯打出了一套組合拳，而拳眼就是2個字：孩子。他們做了一個堪稱神來之筆的決策，將全市乃至整個內蒙古最頂尖的教育資源，比如升學率驚人的鄂爾多斯一中和一小，整體搬遷到了康巴什新區。這一招直接打在了所有中國家庭最關心的問題上。為了讓孩子能上好學校，別說從幾十公里外的老城區搬過來，就是從周邊的山西、陝西、寧夏，都有無數家庭願意遷徙而來。一位為了孩子上學，從陝北榆林搬到康巴什的父親說得非常實在，在老家，我可能要花幾百萬買一套又老又破的學區房，還不一定能上。在這裡，我用1/3的錢就能住上全新的大房子，孩子還能接受全國最好的免費教育。這筆賬誰都會算。教育就像一塊巨大的磁鐵，為康巴什吸引來了最寶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優質人口。人來了，房子還不夠怎麼辦？鄂爾多斯又發明了一個金融工具，叫房票。在拆遷老舊城區的時候，政府不再直接發現金，而是給你一張房票，上面標明了你可以兌換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你拿着這張票，就可以去政府指定的已經建好的商品房樓盤裡直接換房子。這個政策一石二鳥，一方面拆遷戶得到了安置，另一方面開發商手裡積壓的大量空置房被精準地消化掉了。僅2016到2017 2年，鄂爾多斯就用這種方式消化了超過1000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庫存，這是一個天文數字。除了教育和房票，政府還大力完善新區的配套設施，把康巴什打造成一個真正的公園城市，同時大力扶持煤炭深加工、大數據中心和新能源產業，為遷入的人口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第3件大事則不是由政府完成的，而是由生活在這裡的每一個普通人用他們的日常生活完成的。我們前面說過，最早搬到康巴什的很多是公務員，他們是被動遷來的，心裡多少有些不情願。但隨着時間推移，當他們發現這裡的環境越來越好，生活越來越方便時，他們的心態變了，他們開始主動地捍衛這座城市。當在網上或在現實中
聽到有人還在用老眼光嘲笑康巴什是鬼城時，他們會第一個站出來反駁。一位康巴什的居民在網上留言說：“我們家鄉是不是鬼城？我們自己住着的人最清楚，歡迎你來看看。但請別帶着偏見來詆毀。這種由居住者轉變為守護者的身份認同，是比任何政策都更強大的力量。他們用每天的散步、購物、孩子們的笑聲，以及鄰里間的問候，一點一滴的把那些曾經空曠的街道和冰冷的建築真正的捂熱了，讓一個物理的新區變成了一個情感上的家園。壯士斷腕的決心，精準引流的智慧，以及居民發自內心的認同，這三股力量擰在一起，最終將鄂爾多斯從泥潭裡硬生生地拉了上來。他真的活過來了，但活過來就代表沒有問題了嗎？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復活大戲背後，那些曾經導致他幾乎覆滅的深層隱憂，真的被徹底解決了嗎？這才是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更深層次的真相。首先，最根本的那個問題，對資源的過度依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時至今日，鄂爾多斯依然是一座煤城。根據最新的數據，其收入的財政中依然有超過 90% 是直接或間接來自煤炭和能源相關產業。這意味着這座城市的經濟命脈依然脆弱地繫在煤價的波動上。今天煤價高，城市就繁榮。如果明天市場再次發生變化，那10多年前的危機會不會以另一種形式重演呢？這是一把懸在所有鄂爾多斯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次，資源總有枯竭的一天，這是所有資源型城市都無法回避的終極宿命。鄂爾多斯地下的煤雖然還能再挖上100年，但10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揮間。當腳下的黑金挖完之後，這座建立在它之上的城市又該何去何從？再次，是人的問題。雖然城市總人口在增長，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鄂爾多斯依然面臨着年輕人的外流。許多本地的優秀高中生考上外地的名牌大學後，畢業時更願意選擇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尋找機會，而不是回到家鄉。對於一個城市來說，留不住自己最優秀的年輕人，就等於在緩慢地失去未來。這就引出了我們對鄂爾多斯模式的終極思考：它究竟是一個值得學習的中國奇蹟，還是一個難以複製、需要警惕的資源詛咒？它用10幾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道路，創造了財富神話，這是奇蹟。但它也因為對資源的過度依賴，經歷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並至今未能完全擺脫這種依賴，這又是詛咒的體現。當然，鄂爾多斯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些問題。今天，在這座城市裡，一場更深刻、更艱難的轉型正在悄然進行着。他們正在大力布局新能源，利用廣袤的土地和充足的陽光，建設風電和光伏基地，試圖從挖煤轉向追風逐日。他們也在利用獨特的草原和沙漠景觀發展旅遊業，同時他們還規劃了裝備製造、新材料等高端製造業園區，試圖為單一的經濟結構裝上更多的支撐腿。這場新的戰役比當年去鬼城化要艱難得多，也漫長得多。它考驗的不再是危機應對的智慧，而是一個城市對未來的想象力和持之以恆的耐力。鄂爾多斯的故事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它只是完成了一個最驚險的篇章。它的未來依然充滿了未知和挑戰，而他走過的每一步，無論是曾經的輝煌與瘋狂，還是後來的掙扎與反思，都為中國其他無數個正在發展道路上探索的城市提供了一份無比珍貴也無比沉重的參考答案。而這份參考答案最終指向的其實是所有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那些依靠某種特定資源而興起的城市裡的人們。這都是值得共同思考的問題。畢竟在中國，有太多像鄂爾多斯一樣的城市，東北的煤城，西北的油城，西南的礦城，他們的命運都和腳下某一種特定的資源深度捆綁。是不是所有城市都有鄂爾多斯這樣的財力和決心，去完成如此艱難的轉型呢？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們，特別是那些來自類似資源型城市的朋友們，我們想聽聽你們的故事和看法。你的家鄉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因資源而興，又因資源而困的階段呢？在你們那裡，正在如何應對未來的挑戰呢？你覺得鄂爾多斯今天的這條路對你的家鄉有借鑑意義嗎？請把你的想法打在評論區裡。長視頻制作不易，歡迎大家關注、點讚、收藏和轉發，我們下個視頻會更精彩。